生命总有那个时刻，当一切都崩塌时，你才真正看清了佛法的力量。我曾以为净土只是个美丽的想象，直到那天，我亲眼见证了它的真实存在。各位同修大家好，欢迎回到心灵佛光频道。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个话题，可以彻底改变生命视角的净土，不是那种遥不可及的天堂想象，而是每个人都能在当下体验到的内心境界。你有没有想过，那些看似平凡的日常，可能正是我们离净土最近的时刻？想知道如何在繁忙的压力生活中找到那片心灵净土吗？请继续看下去，因为在影片的最后，我会分享一个连资深修行者都认为改变了他们生命的核心修行秘诀。我先来讲一个真实故事。李阿姨，一位居住在台北的退休教师，她的人生本该在安逸中度过晚年，却在1年前被确诊为晚期癌症。医生说她的生命只剩下不到半年，叫她做好准备。当这个消息传来时，全家人都陷入了悲痛之中。李阿姨每天念佛已经20多年，她原本以为自己已经准备好了，但当死亡真正临近时，她发现自己内心充满了恐惧和不舍。我真的能去西方极乐世界吗？那里真的存在吗？难道真的读经书就可以去了吗？她常常这样问自己。这个问题可能也困扰着很多修行的朋友。你有没有在夜里，当一切静下来的时候，问过自己同样的问题：净土到底是什么？它真的如经典所说那样美好吗？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疑惑，请继续看下去，因为李阿姨后来的经历可能会给你一个出乎意料的答案。佛教中的净土，净代表的是清净无染，土则是指一个国土或环境。表面上看，这似乎是描述一个外在的物理空间。当我们谈及净土时，许多人立刻想到的是阿弥陀佛的西方极乐世界，这是一个没有痛苦、充满美好的地方。但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佛陀要讲述这样一个地方？是单纯要我们向往一个死后去的天堂吗？还是有更深层的教导？李阿姨在接受治疗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位高僧，这位高僧没有告诉她诵经必能往生的安慰，而是教她一种特别的修行方法。净土不在远方，高僧对她说，它就在你的心中。当你的心清净无染，没有分别执着时，你所在的地方就是净土。这句话一开始听起来很抽象，对吧？不要着急，让我们一步步来理解它的含义。你有没有注意到，当我们的心情不好时，即使处在最美丽的环境中，也感受不到任何美好。相反，当我们心情愉悦时，即使是普通的风景，也会显得格外动人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我们所感知的世界，很大程度上是由我们的心创造的。佛祖告诉我们，我们的心像一面镜子，它反映出我们内在的状态。当这面镜子被贪、嗔、痴所污染时，我们看到的世界就充满了痛苦和不满。但当我们通过修行净化这面镜子时，同样的世界在我们眼中就成了净土。这就是佛祖所说的一念天堂，一念地狱，万物都在你的动念之间。净空法师曾教导我们，心净则佛土净，净土是由我们的心所变现出来的。如果内心一片清净无染，那么所见所住皆是佛国净土。净空法师也提到，佛陀在观无量寿经中所述的极乐世界，是一个清净无染、随心所欲之地。而念佛修行正是通往这一美好境界的法门。修行者通过念佛摄心自省，既能伏烦恼，又能升起清净平等的智慧，最终为顺利往生极乐世界奠定基础。那么你的看法又是什么？请在评论区留下，我很想听听大家对这个净土的不同理解。让我继续李阿姨的故事。按照高僧的指导，她开始了一种新的修行方式。每天早晚，她不仅念佛号，更专注于观察自己的心。当忧虑、恐惧或执着出现时，她学会了不去抗拒或卷入这些情绪，而是以慈悲和理解的心去面对它们。奇妙的事情发生了，随着修行的深入，李阿姨发现自己不再那么恐惧死亡。她开始看到生命中的美好，医院窗外的阳光，家人的关爱，甚至是平凡的一杯茶，
都充满了无尽的喜悦。我好像已经在极乐世界了。他告诉自己的家人，他就在这里，就在现在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有些修行者即使面对最大的挑战，也能保持内心的平静和喜悦？他们的秘密可能就在于，他们理解了净土的真正含义。它不仅是一个未来要去的地方，更是一种当下可以体验的心灵状态。从佛教的角度看，我们的心和外在世界并不是完全分离的。心静则土静，当我们的心完全清净时，我们所感知的世界也会相应的变得清净。这就是为什么在佛教传统中，净土被描述为既是心的投射，又是真实存在的国土。现在，让我们来探讨一个更实际的问题：我们如何在日常生活中修行净土法门？特别是对于像我们这样生活在繁忙现代社会中的人来说，这种修行方式有什么意义？这让我想起了另一位修行者王先生的故事。王先生是一位香港成功的企业家，生活压力巨大，每天都要面对无数的决策和挑战。在一次严重的健康警讯后，他开始思考人生的意义，并接触到了佛法。刚开始时，王先生觉得修行和他的生活格格不入。我怎么可能在这样忙碌的生活中修行？他问道。这可能也是很多观众的疑问，对吧？如果你也有类似的困惑，请继续看下去，因为王先生后来发现的方法可能会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启示。在一位禅师的指导下，王先生学会了在日常生活中修行，无论是开会、处理邮件，还是与家人相处，他都尝试保持正念，专注于当下的体验，而不是陷入对过去的遗憾或对未来的担忧中。这种修行方式一开始很难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他发现自己的生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，压力不再那么难以承受，人际关系变得更加和谐，工作效率反而提高了。最重要的是，他开始在日常的琐事中发现无穷的美好和喜悦。净土不在别处，王先生常说，它就在我们如何看待和体验这个世界。这是不是很有启发性？佛祖告诉我们，我们的感知和体验很大程度上是由我们的心创造的。当我们的心被贪、嗔、痴所控制时，即使身处天堂，也会感到痛苦。相反，当我们的心清净无染，充满慈悲和智慧时，即使面对困难，也能保持内心的平静和喜悦。这让我想起了一个古老的禅宗公案。一位弟子问禅师，什么是净土？禅师回答，当下即是。弟子困惑不解，禅师又说，当你的心不住于过去，不迷于未来，不执着于现在，你就在净土中。这个公案揭示了净土的一个重要特质，它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。净土不是一个需要我们跋山涉水才能到达的遥远地方，也不是死后才能体验的天堂。相反，它就在此时此刻，就在我们的心中。但你可能会问，如果净土就在我们的心中，为什么我们还需要念佛呢？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。念佛不仅仅是为了将来往生极乐世界，更是一种净化心灵的方法。当我们全心全意念佛时，我们的心就摆脱了杂念和烦恼，体验到了一种清净和平静。这种体验就是净土的一种预览。在佛教的修行中，有一个重要的概念叫一心不乱，这是指心专注于一点，不为外界干扰所动摇的状态。当我们达到这种状态时，我们的心就像一面清澈的镜子，能够如实反映世界的真相，不再被我们的偏见和执着所扭曲。这种状态不仅可以通过念佛来达到，还可以通过其他修行方式，如禅修、持咒等。关键在于培养正念和觉知，学会观察自己的心，不被情绪和念头所控制。让我告诉你一个简单但有效的修行方法，它可以帮助你在日常生活中体验净土的喜悦。每天花几分钟时间，坐在一个安静的地方，闭上眼睛，专注于呼吸。当杂念出现时，不要抗拒或卷入，只是温和地将注意力带回呼吸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你会发现自己更容易保持心的清明和平静，无论外在环境如何变化。这就是净土修行的一个基本实践。
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逃避现实世界的问题和挑战。相反，真正的净土修行是在日常生活中实践的。当我们面对困难和挑战时，如何保持心的清净无染？当我们与他人互动时，如何体现慈悲和智慧？这些都是净土修行的重要方面。陈玉喜教授在谈到佛学时指出，佛法的核心旨趣是要教导众生从迷惘中觉醒，从最苦中解脱。净土修行正是这一目标的具体实践。通过净化心灵，我们可以从内在的烦恼和执着中解脱出来，体验到真正的自由和喜悦。你知道吗？在佛学中，我们常常被自己的自性见所困扰，这是一种错误的世界观，认为所有事物都是独立自存的，与其他事物互相分离的。这种见解导致了我执和人我对立，是人类痛苦的根源。净土修行正是要帮助我们超越这种见解，看到万物的互相依存和一体性。让我们回到李阿姨的故事，在她生命的最后阶段，她不再执着于延长生命或担心死亡。她告诉家人，无论我去哪里，都是极乐世界，因为极乐世界就在我的心中。李阿姨的治疗效果出人意料的好，医生都称之为奇迹。虽然癌症没有完全消失，但她的生活质量大大提高，生命也比预期延长了很多。最重要的是，她在最后的日子里充满了平静和喜悦，为家人和朋友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当我们真正理解并实践净土修行时，它不仅能够改变我们对死亡的恐惧，还能够帮助我们更加珍惜和享受当下的生活。这不是逃避现实，而是以一种更加开放和包容的心态去面对生活中的一切。但你可能会问，如果净土是新的状态，我们还需要追求往生极乐世界吗？净空法师曾明确指出，极乐世界是真实存在的，并非仅仅是一种心理状态。心净则佛土净，但净土不仅是心的清净展现，更是一个由阿弥陀佛的本愿力所成就的庄严国土。此净土是具体而真实的，修行者心清净时，方能与极乐世界感应道交，契入其境。此外，净空法师也提到，往生极乐世界最关键的条件就是清净心，心净则土净。你愿意往生，心清净且与阿弥陀佛的愿力相应，就能实现往生。而若心不净，虽愿往生也达不到标准，无法感通。佛教强调中道，避免走向极端。在净土修行中，我们既不应该完全否定极乐世界的存在，也不应该过度执着于它。正如龙树菩萨所说，以有空故，一切法得成。这句话的深意是，对于领悟空性者而言，一切都处于整体和谐中。当我们的心不再被执着所束缚，不再被二元对立所限制时，我们就能够看到净土和秽土，此岸和彼岸的不二性。这就是佛教所说的中道，它超越了有和无、存在和不存在的二元对立。所以，追求清净心与追求往生极乐世界并不矛盾，而是如车之双轮，鸟之两翼，两者互为因果，相辅相成。清净心是进入极乐世界的门槛，而往生极乐又能帮助我们迅速开智慧，成佛果，完成究竟的修行圆满。在日常生活中实践净土法门，可以从3个方面入手。首先是心的净化，通过念佛、禅修或其他修行方式，净化我们的心，减少贪、嗔、痴的力量。当我们的心变得更加清净时，我们对世界的感知也会相应的改变。其次是行为的调整，佛教强调戒、定、慧3学，其中戒律就是对行为的规范。通过持戒，我们可以减少造作不善业的机会，为心的净化创造有利条件。最后是智慧的开发，通过学习佛法，思考生命的意义，培养对世界和自我的正确理解。这种智慧可以帮助我们看破妄想执着，体验到心的本来清净。这3个方面相互支持，相互促进，构成了净土修行的完整体系。无论你选择哪种修行方式，重要的是保持恒心和耐心，不急于求成，也不因暂时的困难而放弃。有一种常见的误解是，
修行净土法门就是要逃避现实，寻求一个没有痛苦的世界，这种理解是片面的。真正的净土修行不是逃避，而是转化；不是否定，而是超越。当我们面对生活中的困难和挑战时，净土修行教导我们不是退缩或抱怨，而是以平静和慈悲的心去面对。这种态度不仅有助于解决问题，还能帮助我们从中学习和成长。佛陀告诉我们，痛苦来源于我们对现实的抗拒和执着。当我们学会接受现实，同时保持内心的平静和清明时，痛苦就会逐渐减轻。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对不公正和痛苦无动于衷，而是在采取行动的同时，保持心的平衡和智慧。净土修行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慈悲心的培养。在佛教中，净土不仅是为了个人的解脱，更是为了帮助众生离苦得乐。当我们的心充满慈悲时，我们就会自然而然地关心他人的福祉，为创造一个更加和谐和美好的世界而努力。这种关怀不仅限于人类，还包括所有的生命形式和环境。在佛教看来，一切众生都是相互依存的，我们的幸福与其他生命和环境的健康密不可分。因此，真正的净土修行包括对环境的保护和对所有生命的尊重。你有没有注意到，当我们真心关心他人，不求回报地帮助他人时，我们自己也会感到快乐和满足。这就是慈悲的力量，它不仅能够帮助他人，还能够净化我们自己的心。让我再分享一个故事。张女士是一位退休教师，在退休后感到生活空虚无聊，通过朋友的介绍，她开始参加社区的志愿服务，帮助那些需要支持的老人和儿童。起初，她只是想打发时间，但渐渐的，她发现自己从这些服务中获得了意想不到的喜悦和满足。当我看到他们脸上的笑容，我感到自己的生命有了意义。他说，这种感觉比我以前追求的任何成就或享受都要深刻和持久。这就是净土修行的一个具体体现。通过关心和帮助他人，张女士的心变得更加开阔和喜悦，她所体验到的世界也因此变得更加美好。这不是逃避现实，而是在现实中创造净土。在结束前，我想分享一个对净土修行非常有帮助的方法，它来自于佛陀的智慧。这个方法被称为慈心禅，是培养慈悲心的有效方式。首先，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坐下，闭上眼睛，让身体放松，然后想象一个你深爱的人站在你面前，感受你对这个人的爱和关心，然后在心中默念：愿你平安，愿你健康，愿你快乐，愿你自在。接下来，将这种慈爱的感觉扩展到更多的人，你的家人、朋友、同事，甚至是陌生人和那些与你有冲突的人。最后，将这种慈爱的感觉扩展到所有的生命，包括动物和植物。通过这种练习，我们可以打破心的界限，体验到与所有生命的连接。这种连接的体验就是净土的一种体现。亲爱的观众，今天我们探讨了净土的真正含义。我们看到，净土不仅是一个未来要去的地方，更是一种当下可以体验的心灵状态。通过净化心灵，培养慈悲和智慧，我们可以在此时此刻体验到净土的喜悦和平静。现在，让我分享那个我在影片开始时提到的核心修行秘诀，这是许多资深修行者都认为改变了他们生命的方法。日行一善，这并不是什么复杂的修行，而是每天有意识地做一件善事，无论大小。这个简单的实践可以帮助我们培养慈悲心，减少自我执着，同时为世界带来一点积极的变化。当我们将注意力从自己的问题和烦恼转向关心他人时，我们的心自然变得更加开阔和平静。这就是为什么日行一善被视为通往净土的一条直接道路。如果你对净土修行有兴趣，不妨从今天开始尝试这个简单但有力的方法。你会发现，当你的心充满慈悲和善意时，你所体验的世界也会变得更加美好和和谐。最后，我想邀请您参与一个小小的实验。在接下来的1周内，每天花5分钟时间静坐，观察自己的心，
同时尝试日行一善的实践，然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体验和感受。我很期待看到大家的分享和交流。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，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订阅和分享心灵佛光，让更多人能够从中受益。也请在评论区留下你的问题和想法，我会尽力回答。感谢您的观看，愿您的心灵之旅充满喜悦和平静。我们下次再见。